好，大家翻到99页。我们今天要谈积分技巧的第二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是积分技巧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方法，而且变化的形式很多。不过它的根源是来自于连锁法则，所以这是基本方法之一。它的基本想法其实还蛮简单的，感觉起来比分布积分法还要简单。就先把它导写成这样子，然后变换变数法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假设你要求它的不定积分，换句话说，如果这边有一个这样子形式的不定积分，你观察出，这边有一个函数微分里面带着 g(x)， 而且这边有 g(x) 的微分，老实讲这个事情不是很容易。我是说，如果就实际问题，你要观察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简单。但是如果就我现在理论上来讲，我现在有这个式，我现在把它导写，然后现在写成积分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这边是 括号 g(x) 的导函数嘛，所以现在做了这个不定积分之后，当然这个不定积分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能够观察出你的积分写成这个样子，那它的不定积分或者说你要求它的反导函数呢，你用这个方式做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这就是它基本的样子。现在假设我们要算这个，那这个式子跟上礼拜的那个式子有点像，跟这个式子，几乎都一样，只有那个一的幂次不一样，所以感觉起来好像你就理所当然可以用分布积分来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你做不出来就对了，可以试试看。好，那我们现在想想看，你要用那个方法，所以你要观察出这个式子里面有那么一个函数它的微分也在，而且又带入到这里头反正我先把这个想法先写出来。那你观察出的事情是这样，这边有个 x 平方，那 x 平方的微分呢是 2x， 这个不是 2x， 但跟 2x 相差不远所以你这边补上一个2，这边写上1/2，比如这样子。那这还是原来的式子，还是我把它写到下一个式子好，把它写成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观察出来，这边有一个函数，这个有它的微分，所以我们知道的事情是这样，你可以令 g(x) 等于 x 平方。那这样子的话呢，这边就有它的微分是 2x， 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x 平方，可以带到这边来。好，那下一个呢是你要看出这个 f'(x) 其实是1的 x 次方，因为你这样子 x 平方带进去以后，刚刚好就是那边那个式子。现在仔细看一下，对不对？这边有 g'(x) 这样子，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个位置就是 g'(x)， 这个位置呢就是 f'(gx)， 变这样子。好 ，x 平方 1x 平方，所以这样就很完整了。因此你得到这个积分应该是等于 f(gx)。那 f 呢？你要把它写 x， 所以就变成1的 x 平方除2/1加 c。如果只有这个不定积分里面的式只有1x 平方加 c
所以你要补上1/2。这个例子是还算简单，就是说你看，因为你很明显看到你这个式里面有这个东西，微分式大概是它，所以这个例子是还算简单，所以你们要先把这个例子先看清楚，大致上是要做这样的事。好，但是老实讲，这个做法对这么简单的例子可以，但是到稍微复杂一点，或者等一下我们后面要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式啊，那这个做法是不够的。所以通常这个做变换变数的时候，其实要练习的是下面这件事情，所以这只是最基本的例子，但是我要练习下面这个写法，所以我又回到最前面这个写法。你现在呢，把它写成这个地方，写成 dgx，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微分式。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一整个把它写成像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你做一个变换变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方法叫变换变数法，那有的数是叫这代函，就是取代函数的取代，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我令 u 等于 gx， 把这一面改写，所以呢，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就 f'(u du) 变成另外一个变数。那在这个变数底下，这个就变简单了，对不对？因为这就是 f'(u du)， 所以你就写成 fu 加 c 这样子，这部分就很简单，至少这个就是本来的不定积分的样子。然后你这边再把它带回去 ，u 等于 gx， 把它写成这样，对不起，这样，对，把它带回去。这个不是积分了，写太下面，上面。好，那这个跟刚刚那个式子一样，就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一定要会，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变换变数你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法在做。因为这个做法比较直接，你就是因为你在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做一下试验，所以那试验的方式就是你先找你觉得可以测试的，然后把它换，然后再来试。我现在是用这个方法在看同一个例子。前面这个例子，这个其实光是这个它其实就可以有两种想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我先做一种，就是你观察，你把它写成这样，那这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你本来想要把这个东西想成是 gx，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说你在这个写法里面呢，你观察出 x dx 其实是等于 d 2/x平方，譬如说这样子，然后呢等于1/2 d， 其实应该这样写，这样代算也可以。写成比较直接的样子，就是，对不起，可以，就等于，就从上面的式子下来，写成这样子，跟我们刚刚那个前面那个做法一样，我把它写成这样，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写成 d x 平方，2x dx 写成 dx 平方，然后这边你观察到 x 平方跟 x 平方一样。所以你令 u 等于 x 平方，所以得到1的 u 次方 du。刚刚如果你觉得这个式看起来有点抽象，这个就清楚了，因为这就回到你基本上应该要会的东西，就是1的 u 次方，请问它的反导函数是什么？所以它的反导函数就是1的 u 次方加 c， 然后你再把 u 等于 x 平方带回去。对不起，我漏了1/2。
把它带回去，就等于1/2的 x 平方加 c。这两个 c 其实不太一样哈，这是1/2 c， 因为是常数，所以还是把它写成这样子。OK， 好，这是一种写法。好，那这个写法就是这个最接近我刚刚本来的做法。好，我把它写到这边来，然后观察呢，它就是 gx， 然后写成这样子。OK， 这是一种想法。那另外有一个写法呢，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好，虽然做法上很像，但精神上有点不一样。这个是第一种做法。那这两个差别其实后面会显出一点点差别。第二个做法是说，你看到这个式子以后，你看到 x 平方在这，那 x 平方看起来很讨厌，因为这个东西你不是很会。好，那也许你又观察到它的微分这边跟这个有关，所以呢，其实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令 u 等于 x 平方，就是你并不是先把它移过来，然后观察这个写成这样子，而是你看出这个式子里面有个 x 平方，它微分是它，你就直接令 u 等于 x 平方。那你这样做的目标是把1x 平方这个本来你比较不会处理的东西啊，借由这个代换把它换成一个你比较熟的东西。什么是你比较熟的？就是1的 u 次方这样子。平方你做了这个代换之后呢，这边就会变成1的 u 次方。那你先做这个决定之后，然后你再来想说，你再来处理剩下的部分。好，所以这个在精神上不太一样。好，那这种想法我们后面会还蛮常用到。OK， 我们等一下会举比较进一步的例子。所以你学了这个之后呢，你下面要做的事情是这样。所以 du 呢等于2x dx。因为你决定要做这个代换，因此你要去计算这个东西。好，写成这样。然后你再去观察这里面的式子，所以 1x 平方，好，等于1x 平方 x dx， 写成这样。好，然后你现在开始做你的代换，u 等于1x 平方，1的 u 次方，然后 x dx 在这，所以变成1/2 du， 这样。然后接下来就一样，好，跟这边一样。这两个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好，这个想法里面是先想 g 的部分，好，先想 g 的部分。虽然他们隐约都觉得 x 平方微分是它，但他的做法里面他是先写这个，然后凑成这样之后才去代换。好，凑成这个看起来两边都有，然后才去代换。这个做法里面呢，有一点点是说，我先把那个难做的先处理，我先假设 u 等于 x 平方，但是他隐隐约约也知道微分里面有 x， 应该是可以的。然后他就先想成这样，因此把整个式子用这个想法来整理成下面这个式子，然后再继续往下做。OK， 好，那这个细微的差别也许暂时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后面的例子慢慢会知道。变换变数法呢有很多不同的样子，好，那几乎呢到后来啊会跟这个东西啊已经看起来不太像。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把这些例子稍微讲一下。所以我们先回来解决一个，好，先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积分，啊，就是不定积分，我们已经知道说，在你算定积分的时候，这个因为微积分基本定理的关系很重要，所以呢，你要会算不定积分。好，那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常用的基本函数，它的不定积分是什么？有一些很简单，但是有一些呢，就像上次那个 log x 啊，光是 log x 你就会想老半天，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好，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tangent x。在三角函数里面 ，sin 跟 cosine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但是这个 tangent 啊，至少刚开头看不知道它不定积分应该是什么。好，没有公式，所以呢，它的做法是先这样写成这样。好，先换成我们比较熟的 sin 跟 cosine， 因为这一部分我们会做。然后你现在开始观察这里面有没有做变换变数的可能。好。有一个要扮演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是被微分，好，就是 g' x 的例子，这样子。那这里面其实是有的，因为 sin x 的微分是 cosine，cosine 微分是 sin， 所以看起来是刚刚好有，啊，刚刚好有。
所以我们就来取一个。我写慢一点哈，给你们看一下。好，我把它写成这样。那这表示角色上我去区分它了。好，就是我准备要把这边当做 G plan 的 x 来处理。OK， 所以现在模仿这边那边的做法，我把它写成这样 ，cosine x。然后这个地方呢 ，sin 写成第一的负 cosine x， 写成这样子。好，等于我一步步写 cosine x 分之一 d 的 cosine x， 这个负号是我把这面负号拿出来。好，那到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因为这边是 cosine， 这边是 cosine。好，所以你现在就令 u 等于 cosine x。所以问题变成你会不会 u 分之一的不定积分？好，那这个我们当然会，所以这就是负的 log u 加 c。好，然后这时候再把它带回去，负的 cosine x， 所以变成负的 cosine x c。好，这就是 tangent 的不定积分。OK， 不过通常一般的书上不会写成这个样子，好，他们把它写成一个更简洁的样子。那这还有什么可以简洁的？好，但就是因为这边有个负，这个负写进去呢，好，我把它写在这里，中括号，这是等于 log cosine x 的负1次方加 c。好，那 cosine x 的负1次方就是它的导数了，所以这就是 log。这样子，那一般来讲，书上写的都是这个式子。好，所以以后记得这个式也可以。好，那这算是我们学了变换变数法以后一个至少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啊，就是本来 tangent 啊，你不晓得怎么处理，现在可以处理了。那做法就是利用变换变数。好，那接下来。这个做法，这个式子 ，x 平方加 x 加1，好，没辙，好，这绝对不是 log x 平方加 x 加1，因为微分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好，这一定不对。然后你现在要做变换变数，又觉得有点怪，因为没有任何提示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式子里面，在我们原来的式子里面。就这个式里面至少要有两个东西相乘嘛，这个 tangent 本来是一个，其实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两个，以后才看出来了。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做呢？好，那做法也许还有别的，但是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稍微难一点的，就在这个做法里面，跟我们学过相关的其实只有一个式，就是跟这个很像。但是我们会做的是这个式子，因为这个的积分是 arctangent，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这个为目标，利用变换变数把这个式子变成像这个样子？因此我们就会做。那这个想法在后面做类似二次式的积分都很重要，好，这个很重要。但我们到后面还会讲得更清楚一点。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先看我变魔术好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到底要怎么样把它变出来。反正我的目标是要把它变成这样子。那这个原因是因为这种二次式呢，我知道它其实是可以变成这样。那这个刚好我会做，所以我就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现在问题是我要怎么变过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所有的二次式最重要的方法，好，我希望你们记得，二次式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配方法。任何地方都会用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先这样讲好了。我先观察一下这个式子。
我要把它变成像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先做下面这个事情，我用配方 ，OK， 这是配方法，好，先把它写成这样子，就这个等于它。那这个跟这个还不太像，所以呢，我再把3/4提出来，所以变成 x 加上1/2平方除以3/4加1，这样子。那你说这样不是还是很不像吗？看起来更不像哦。但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现在如果令 u 等于 x 加上1/2除以3，假设你令这个事情，这一整个式子呢，在这个变换之下，它就会等于3/3 u 平方加1。好，那至少就这个式来讲，它就因为这个过程，然后变到 u 平方加1来了。OK， 那至少那个样子就出来了。好，能不能做出来还不知道，但至少样子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希望你已经注意到一个事情，这个之所以能够变成 u 平方加1的样子，其实跟它的判别式有关。哦，因为你用到配方法，配方法呢，它之所以可以配成这样，跟这边是加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是变成减号就不行了。如果这边刚好变成0，其实也不对。好，所以它跟它是重根，然后它到底有2个实根，还是它是虚根？好，就是判别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你们先注意到这件事，好，因为这个是没有实根的，所以在我这个做的里面变换了以后，这边是加号，因为没有根嘛。那因此这个加号呢，所以我可以这样顺利的做下来，然后变成到这边的式子。OK， 好，那我们来看，所以我把原来的式子现在写过来。所以换句话说，如果 u 是这样，我令 u 等于 x 加上1/2，3，好，假设是这样。那你注意到，在这个变换里面 ，du 等于 x 除以3，好 ，dx， 好，对不起，这边没有 x， 这样，或者等于根号2/3 dx， 好。那你现在要开始把东西搬过来写。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 x 平方加 x 加1，在我这个变换之下，我刚刚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这个式子。所以这个是3/4 u 平方加1，好，1。然后第二个式子是这个也要换掉 ，dx 在这里，好，所以是 dx 等于3 du， 好，记得哦，这个地方是 dx。这样子，好，所以呢，整个积分现在变成，这个是3/2的平方，所以变成，好吧，我把它写成这样好了。好，变这样。我刚刚是不是说我要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看我变过来，哦，我的确变成这个样子。那我没有说这个题目很简单，好，那因为我需要让你看到一个像这样子的题目，就是你再也不是原来的 G' x， 然后 F' x， 其实没有的，而是你真正用的是变换变数的想法，哦，你心里面是有个目标，你想要把这个式子换成像这样子的东西，因此我就开始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去找出来我怎么样做这个变换变数。所以我刚刚利用配方法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做这个计算以后，我把整个式现在变成这样。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呢，我就可以写根号1/3，然后这个是 arctangent 加 c， 写这样，然后再把它带回，这因为太长我就不写，带回来，好吧？这边我开始把它写成这样好了，2/3 arctangent， 好。那 u 呢是这个是 x 加上1/2，根号3，c， 好，变了。我猜你刚看到那个式，你是完全没有想到它的不定积分要写成这个样子。好，
所以你应该是有点困惑，到底这个对不对？所以我非常鼓励你去检查一下这答案到底对不对。检查很简单，你就是去看这个微分，然后看它会不会等于那样子。好，好，这是一个例子。然后下面我要再讲一个例子。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好，先这样子。我们已经是第3次看到这个式子了。那这个式子呢，我们知道可以用分布积分来做，哦，但今天我想，我也不是说真的不用分布积分，而是说我一开头呢，先把这个问题换成一个我比较熟的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其实有2种变换的方式。我先讲一种，在这个例子里面我要让你看到的，就是说，这个 x 在 log x 里面，你觉得它很麻烦，哦，你也不晓得怎么做。所以呢，其实你可以先做一个代换，写成这样子，这是它的反函数。你把它带进去，因此使得这个地方呢变成 u， 那你觉得 u 比较好做，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呢，它有一种脱困的意思。图要怎么写？好，就是你觉得这个 x 在 log 中间很难处理，所以你想个办法呢，把它从 log 里面把它逃出来。所以你利用1的 u 次方带进去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u， 啊，就变成比较好处理的方式。那我之所以讲这件事，是要你注意到一个事，这个代换跟前面又不太一样。这个代换的 x 跟 u 的位置，你注意到它反过来了，好，这边的写法是 u， 你都是把 u 想成是 x 的函数，但在这个脱困的想法里面呢，你是先把 x 想成某个东西，以至于这个东西你带进去以后，它会变成好的样子，好，那所以这里面其实用到反函数的想法，那所以写成这样子，那这个写法里面呢，所以 dx 等于1的 u 次方 du， 好，就是把 x 想成 u 的函数，所以可以写成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利用这个写法，把 x 等于1的 u 次方带进去，得到 u， 好，这就是我本来做这个的目的。1的 u 次方带到，还是我写一步好了，变成 log 1的 u 次方，然后 dx 呢是1的 u 次方 du。所以呢，变成 u 次方 du， 好，变成这样子。那变这个写法之后呢，然后你才发现，其实 log x 的积分啊，跟我们上次谈的另外一个分布积分其实是有关的。啊，本来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是有关。好，那按照我们上礼拜得到的结果，答案是 1的 u 次方减掉1的 u 次方加 c， 然后再把它带回。啊，带回来，所以 u 呢，在这个式里面 u 当然就等于 log x， 所以这是 log x， 1的 u 次方是 x。好，那这是我们上次得到的答案。OK， 好，所以这个做法是把它变成另外的积分，那分布积分还是跑不掉，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到。但我假设因为这前面已经做过，所以你可以做。好，这是一种做法。那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应该是，这不能叫第2种做法，这应该叫第1种的另外一个写法。好，这个写法是这样，但它想法上比较不一样。它想法是这样，这个看起来很讨厌。那我刚刚这个做法是说我把 x 想成某个函数。所以呢，它就变成比较好写的样子。在这个写法里面呢，它是这样，我干脆，因为这个很讨厌，所以我干脆直接设 u 等于 log x， 啊，干脆这样设。那你会发现这个设跟这个其实完全一样，我只是说它想法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好，在我这个做法里面是把 log x 直接想成 u， 因为它很麻烦，所以我直接把它想成 u， 然后我再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好。所以在这个写法里面会变成 du 等于 x 分之1 dx， 然后这个写法呢，现在写下来，
log x 就是 u，dx，dx 呢变成 x du，这种做法会产生一点点这个麻烦，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去处理，因为 u 等于 log x， 所以呢 x 等于1的 u 次方，所以等于 u u。好，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变成跟这边一样。OK， 我现在想的这些都是以后你做习题会碰到的问题。好，就是你如果这样带，你大概是这样做，但是这种里面呢，它会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会出现像这样子的问题。好，那你要记得，在这个地方其实经常有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会开始犯错。好，因为写成这样之后，他就一时间就迷惑这个 x 在干嘛，所以在他积分里面有一种可能，他把 x 提出去，他已经忘了这个 x 跟 u 中间是有关系的。哦，他只是觉得这边是 u 对 u 的积分 ，x 看起来好像很无辜的样子，所以干脆把它提出去，然后直接做 u du， 然后答案就变成 x u du 变成 x 乘上2/u 平方加 c， 哦，然后就把答案写成这样。那这个当然是完完全全不对，好，这只是自己想象的做法而已，好，就是说在这里头你一定要记得，这中间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做变换变数变成另外一个变数的时候啊，这个地方一定是完整的另外一个变数，好，所以 x 呢要利用变换变数把它变回来，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我所谓完整的，就是你用 u 的写法的不定积分，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做。好，这一黑板可能就是把很多你会碰到的基本的做法啊，我其实都有稍微提到，那到后面，尤其是后面2题变换变数，你要记得它跟这个样子已经差很多了哦，然后后面那2题的样子其实是做变换变数里面非常多问题，其实都是那个样子，所以这只是刚开头啊，我们写成这样，但你要记得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取 u 的方式，我怎么样在这个式里面看出 u 应该怎么取，然后利用那个微分式帮忙你把所有东西计算出来 ，OK， 好，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都感觉到，就是做这些问题呢，依照你的经验有某个方向。然后你要怎样把那个方向弄出来？像这个，我的方向是要变成 u 平方加1/1，啊，这以后你会慢慢熟悉。所以呢，你就开始想办法在这里头做变换变数，使它变成那样。所有的东西都以那个为目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做的配方啊，我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啊，我之所以要提出来，是因为我希望这边有+1，然后那因为你提出来呢，付出的代价是这边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很复杂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设成。你本来要的样子，好，把 u 设成这个东西，啊 ，u 设成这个，所以整个式就变成 u 平方加1，好，所以经过这个处理方式呢，因为你有那个目标，所以你经过这个处理方式得到这个样子。那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你就把它整并进去，好，然后把它算出来，其实这样。那这边也是，啊，因为你是希望把 x 把它弄出来，所以你先做这个代换，然后做了这个代换之后，剩下发生什么事我们再看，这样子，然后你再开始继续处理。OK， 所以做变换变数法的时候呢，很难一开头啊就用全局，你全部就已经知道，就一看到这个题目你就知道啊，这就是变换变数，马上就做出来。这种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就在这里面你已经看得出来，像这种，哦，这你已经看出来这边这有 cosine， 然后 sin x 在这边，它其实 sin 其实是 cosine 的微分啊，差一个负号，所以这里面其实是相关的。这一类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变换变数，你大概稍微看就要看出来。那后面那2个就是稍微比较困难，好，那以后我们都会碰到。好，那关于最后这个做法呢，让我们对于反函数的让我们对反函数的不定积分呢，有一个比较有迹可循的方法，哦，就是说，因为 log x 跟1的x次方互为反函数，那所以你 log x 不会做，
好，所以利用那个方式呢，把它变出来。然后到后来，你发现你要做的是这个积分。那这个模式呢，其实会一再发生。我们看一下，好，所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 ，arctangent 的不定积分，好，这应该是什么？好，那这其实有2种做法。我先做变换变数之下的，我把它重写在这里。好 ，arctangent 不太会处理，所以我想办法脱困。啊，我要从那里面跑出来。脱困的方式就是，既然这是 arctangent，所以我就带 x 等于 tangent。好，因为 tangent u 一带进去以后，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u 了，啊，就变成 u。所以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地方 arctangent x 就变成 u， 然后 dx 呢变成 d tangent u。好。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我并没有要把它算出来，好，算出来其实没有用，就是我把它写成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用分布积分，好，这个跟那边，这个你们等一下再来看，好，就是说我如果这个地方把它算出来，其实没有什么用，所以我把它保留在这边，然后利用分布积分写成 u tangent u 减掉 tangent u。把它变成这样子 ，OK。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之所以没有明显看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上礼拜我们把它做掉。好，就是你在做这个变换过程到这里啊，其实这边有个分布积分，但是我刚刚没写，因为上礼拜已经做了，所以没有看到。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以前没学过，所以这个地方会出现。我把它写成这样，所以现在写成这样，所以变成 u tangent u 减掉。然后这个 tangent u 就用我们刚刚得到的结果，这是 log second c， 变成这样。好，还没完，然后要带回去。好，在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u tangent u， 所以刚好是 x tangent x。减掉 log second， 好，这个地方要来处理一下 second u tangent u tangent u 等于 x， 所以中间的关系是这个。所以我们有 second u 呢是这个除以它根号，就是根号1加上 x 平方，把它带回去。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要会中间的那个变换变数中间的关系。那在三角函数里面，其实你要会的就是那个三角形。好，这在我们以前做反三角函数的时候有看到。所以 second 就是 u 是那个角，所以 second u 呢就是根号1加 x 平方写成这样子。那这个答案有另外一个写法，就写成1/2 log 好加 c。那中间这个绝对值我拿掉，因为根号是正的。啊，所以我就直接写这样。好，这个有点复杂了吧？好，到了这个式，所以像这种式我都没有意思要你们背下来。好，就是你只要记得是，这个方法是至少要这样做，你不需要背下来。这是第一个方法，这是利用变换变数的方法。好。然后呢，就跟 log x 一样，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用分布积分的方法，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用分布积分。好，这边有一个，这是 u dv， 所以把它直接写成 x arctangent x 减掉 x d arctangent x， 所以呢变成 x 变这个式子。
那这个的做法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好，问题在这。好，那因为我们的后见之明，因为我已经看到答案了，所以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做，这样子。不然的话，这个在变换变数里面，这个题目其实也值得你稍微去想一下。好，这个首先你当然不晓得要怎么处理，所以这里面你还是观察到1加 x 平方的微分其实是跟 x 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你现在开始在这边开始试 u 等于1加 x 平方，所以 du 等于2x dx， 变成这样子。所以把这个式子，好不好？我不要太珍惜这个空间，从这边写好。还是我就独立开来写，反正我做到这边，所以我知道我要处理这个问题。好，变成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式子我知道，这个 u 分之一 x dx 刚好是这个，所以是2分之一 du， 所以变成2分之一的 u 分之一 du， 变成这样，所以变成2分之一的 log u 加 c， 然后再带回，所以 u 等于1加 x 平方，所以2分之一的 log， 变成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式子，这样子，你把它带回来，这边要减号，减掉2分之一 log 1加 x 平方。差绝对值是没有关系，因为 x 平方是正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拿掉。好，这是另外一个做法。好，哪一个做法比较简单？那真难说，真难说。就是你现在用这个做法，反正你都会牵涉到分布积分的某一个项次。在这个分布积分里面，你做到的呢，其实是 arctangent x 跟 tangent u 有关。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反函数的积分，其实你要知道本来的那个函数的积分是什么。这两个中间，你至少要知道怎么做。好，那你现在直接做成这样的，其实这个事实是隐含在里头了。就是说你现在变成这样，只是直接把这个变出来。那这个变出来以后，你就变成你要会做这个积分，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好，看到这个以后，你们开始有没有觉得微微的不安呢？还是有大大的不安这样子。这些事都是当我写的时候是对的。你要自己想的时候，你就要花点精神去想了。OK， 因为光是这个式子，你其实就有很多种想法。你自己想想看。我可以想象你有很多种想法。譬如说，你也可以把 x 平方设成 u， 设 u 等于 x 平方，这也可以哦。我没有说这不可以。所以其实出积分的问题对老师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种做法，而且你的做法可能是对的，只是我看不出来你是对的，那就麻烦了。所以改这个不定积分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下面我要讲这个变换变数的定积分的形式。这个定积分的形式你说我们刚刚不就在算定积分吗？对，是没有错。假设有个定积分的问题，然后你先利用这个方式，先把不定积分算出来，然后再带最后的值，然后把那个定积分算出来，当然就是标准程序。但是为什么我要在这边特别提这个定积分的问题？是因为变换变数里面的定积分比较特别。也就是说，如果你正确的做的话，它其实可以省掉你一半的时间。那这差别很大。我举一个，我直接先举例子给你看。
如果按照我们刚刚的标准做法，我没有写在那边。好，这个有2种做法，一种就是说你先做这个问题，从这个地方你记得我们刚刚做了一次 u 等于 gx 的程序，中间有点点点，利用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一个 fu f'(u) du， 然后再点点点，再代换 u 等于 gx， 得到它是 fu 加 c， 变成这样子。然后呢，你再把它带回这个式子，所以说这个式子其实是等于什么？对不起，就变成 gx。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再把 b 跟 a 带进去，所以得到 f 的 gb 减掉 f 的 ga， 这样子。好，然后再应该写的，不是写等号，因为这个等号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先算出它的不定积分，整个算出来之后，然后你再用微积分基本定理，然后得到答案是这样子。OK， 但是呢，我现在写真正我要讲，就说其实你不需要做到这样。好，那这个做法是这样，你令 u 等于 gx， 你还是做变换变数。所以呢，你这个地方得到 f'(u) du， 但是我不舍弃那个定积分的上下限，上下的那个位置，我把它带过来。所以从 u 等于 gx 呢，因为你做了一个变换变数，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你也告诉我 ，a 呢经过因为 x 在这嘛 ，a 经过带过去以后呢，它就变成 ga。这个带过去以后就变成 GB， 这样子。好，也就是说呢，我不舍弃我积分的 A 跟 B， 好，就是左边跟右边类似这样子。你现在把它算出来以后，然后这个地方你现在用微积分基本定理，它就直接得到 FU GB GA， 所以等于 F 的 GB。好，这样就算出来了。那这个过程其实省了你一半的时间，什么一半的时间？这个地方你要做2次变换变数，一次是把它换成 u， 在 u 那边整个把它的不定积分算完之后，你再把它带回 x， 然后到了这个位置，你才开始把 a 跟 b 带进去。好，这边的做法不一样，这边的做法是你只做1次变换变数，在这边，你在做这个1次变换变数的时候，把它整个换到 u 来。这个整个的意思是包括它积分的范围也换了，因此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只要做1次就做出来了，因为你直接在 u 直接把它算出来就好了。OK， 所以这2个做法会省中间差一半的时间，通常都差一半的时间。所以在做定积分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那因为下课了，所以我们先下课。我下堂课一开头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讲义上的不太一样，其实我稍微把它换了一下，本质上一样。因为我希望你多看到别的变换方式啊。那因为本来的那个 sin x 我们刚刚已经用了好几次，所以我换成这个。所以现在问题是这样，我要算这个定积分。好，那我已经写好的部分就是按照我们上一堂课用的标准的方式，我先计算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的不定积分，先把它算出来。所以经过这个变换的程序，我们看一下啊，因为这很标准，目前看起来已经很标准了。所以第一个，这个 cos x 是 sin x 的微分，所以我把它写到里头来。因此你现在看到2个 sin x， 好，所以你当然就知道说你应该做 u 等于 sin x。这写完之后，这个式子就会变成这是 du。这变成 u 平方，变成这个是3，这一样不动。所以本来看起来是一个三角函数的积分呢，在这个变换之下，你现在就变成普通的多项式。那多项式 u 平方，你再把它算出来，3乘以3的3/3u的3次方，然后再把它带进来。所以重点是你到最后得到这个式子，也就是说，你先做这一整个函数的不定积分，其实是 sin 的
x 的3次方，写在这里。然后到了这一步呢，你才开始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把它带进去，然后得到答案是2，这样子。OK， 那我现在要讲的，我现在要示范的是我刚刚讲的这边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也可以完全不用，我知道这个例子比较不好的地方在哪里，有一件事情我没讲到，好吧，我等一下再来提。那我就先示范这个式子好了。跟刚刚一样，你观察到这件事情，就是 cos x 其实是等于 d sin x， 这你还是有看到，看出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你令 u 等于 sin x， 所以变成3u 平方 du， 这一样，这跟刚刚这个做法一样，说到这边。那重点是你不是先做不定积分，而是你要跟着把它变过来。所以因为函数里面这边是 u， 这边是 x， 所以你这边呢-2/π带进去，带到这里来，得到-1，这得到1，得到这样，先确定，这没有问题。这个就是 sin -2/π， 这是 sin 2/π，所以得到-1到1。因此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单纯的多项式的定积分，所以就变成 u 的3次方-1， 1，所以变成1减掉-1。2，这样子，所以就这样来讲，其实这个大概快了一半，因为他只做了一半嘛，他没有做后面这一半，然后再把它带回去，他其实没有做这件事。好，那在这个变换变数这个定积分变换变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本来那个例子是可以看出这件事，但是因为我现在换了题目，反而看不出来，所以我把原来的题目我再写一下好了。原来题目是0到π3 cos 平方 x， 本来这样，讲义上的题目本来是这样。那这边呢，这个我们知道它是负的 d cos x， 因为这个我们已经上一堂课已经看了好几次了，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微分是它，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你令 u 等于 cos x。所以3u 平方，这负号拿出去 ，du， 写成这样。这边是什么？u 等于 cos x， 所以好好的带0带到 cos x 得到1，就得到-1，得到这个式子。那这就是我要跟你讲的很重要的地方，变换变数有可能在变过来以后。顺序其实是反过来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约定那个定积分的顺序的关系，因为在做变换变数很容易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这是对的，那详细的证明这我就不理，但是这是对的，也就是说你做变换变数变过来之后呢，这就是你要的顺序，你不要再变过来发现，这个比较大的比较小，你自己把它调回去，那就不对了，不要自己调。你要依照它的正确的顺序，0在下面就写到这边，然后π在上面印过来就是在这边。虽然在这边从小到大是对的，但是因为这个变换变数的函数有可能是递减的函数，所以变过来的时候有可能这个比较小，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小，这是有可能发生，而且这是对的，没有问题。所以然后呢，这边因为有负号，我再利用定积分的基本性质，把它换成这样，然后这个就是跟这边一样。计算就一样，这就等于2。那我说这两个题目其实是一样的，是因为我刚刚偷偷做了一个变换变数。我在这个题目里面，我利用2/π减掉 x， 这样因为利用这个式子可以把 cos 变成 sin，sin 变成 cos， 所以我其实这个题目是那样变过来的，所以我刚刚下课就是偷偷做了这件事。好了。那这个就是变换变数，大概你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那所有的积分呢，其实光靠我讲给你听是没有用，这个非常明显，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习题。你做的比较多，做的多一点以后有经验，
你就比较知道在这些变换里面哪些是你的方向。那我已经讲，我上次也提过，做积分比较不像是很明确的推理，比较像是艺术啊，你在里面有很多猜测。那这些事情是这样，你多做，你感觉比较多，你就会猜的比较正确。好，有时候还是会失误，但是你如果多做的话，你通常对于经常出现的样子啊、模式啊那些东西，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因为它的原理就是这样，我刚刚已经尽量的把它有可能用到的各式各样的方式，我已经尽量写出来了。好，那再过来，其实就是你要慢慢做习题，慢慢去领会中间的，这叫什么 mega。好，那我前面讲的这两个呢，一个是分布积分，一个是变换变数，这两个是所谓的积分技巧的最基本的两个技巧。好，因为它对应到两个重要的微分的性质。然后后面呢，就有无穷多，好吧，没有，也许不是无穷多，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积分技巧可以学。但是我没有准备要教这么多，因为我想你们用不到这么多，所以基本上后面呢，我们只要再谈两个常用的积分技巧就可以了。但是在讲这两个技巧之前呢，我要做一个过渡的例子啊，做一两个。其实这边我写了两个，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些积分技巧为什么我需要用到。那第一个例子是这样，我要计算圆的面积。那当然，你以前学过一种圆的面积的计算的方式。那我现在想把它换成微积分。我来看一下一个圆，如果半径是 r， 它的面积为什么等于派 r 平方？就是那因为现在我们有微积分，所以可以直接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先问比较简单的问题，我先算单位圆。好，面积。等于派，这样子。我的重点不在说我证出这个面积多厉害，我是要从这个例子里面让你看到一些积分技巧。好，所以单位圆。所以其实我要计算的是-1到1。讲义上写的比较复杂，我决定先写这个比较简单。确定有没有问题？好，先确定。-1到1。所以我这个计算里面呢，这个是半圆的面积啊，所以圆的面积是这个的2倍。好，这有没有问题？所以我先把它擦掉哈，让我们专心的做这个。所以这其实是半圆面积，半圆的面积。那这个积分里面有一个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不是没看过，就是没有在积分里面看过的东西。好，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积分要怎么做？那跟刚刚一样，你其实没看过任何基本函数，可以做出这个东西。所以你要开始想你那两个方法。那这里面呢，这属于我刚刚讲那个脱困的方法。就是在处理这种根式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脱困。脱什么困呢？因为根号很难处理，我想把这个东西根号先拿掉。所以其实你是要想一个办法，让这个式子里面变成平方。那这其实有很多种做法。一个标准的做法是，我令x 等于 sin θ。好 ，x 等于 sin， 因为这个 x 等于 sin θ一写进去以后，这边就变成1减掉 sin 平方，就变成 cos 平方 ，cos 平方开根号就是 cos 这样子。OK，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做法，是利用三角函数来代换。那这是我们要谈的两个基本技巧的中间的一个，就是三角函数的积分。所以，我先算根号1减 x 平方 dx， 好，我利用这个来代换。那你说我们刚刚不是已经做过定积分的积分变换变数吗？那你要不要顺便把它带过来？当然其实也是可以，但是呢，在这里在做这个问题里面，我有很多我想看到的东西，以至于我不想，也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真的只是要看出这个东西等于2/2了，不是只有这样。譬如说，我想顺便看一下根号1减 x 平方的积分到底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完整的把它给全部都做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 ，x 等于 sin θ带进来，所以这个得到 cos θ。好，
然后 dx， 所以变成 cosine theta d theta。得到这个式子，所以呢，这个式子现在变成 cosine 平方。好了，那这个怎么办？好，那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所谓的三角积分。好，那这几乎是最简单的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最简单的里面稍微麻烦的那个式子。那是 cosine 平方 theta。那这个积分要怎么做呢？那必须要用三角恒等式，但是不是很了不起的那个，就是最普通的那几个。也就是说，你利用呢2倍的 cosine 平方 theta 减1等于 cosine 2 theta， 所以你知道 cosine 平方 theta。好，所以你知道这个式子。因此呢，把原来的式子呢写成1加上 cosine 2 theta。d theta， 所以变成2分之 d theta 加上2分之1 cosine 2 theta， 把它分开来写，这样。然后这个积分呢，因为这2分之1，我可以把它拿到外面去，变成这样子。所以这就是 theta 加上，因为这个就是多项式，你不要看到 theta 就没有多项式的感觉，它就是个变数而已。哦。我写 theta 的原因只是为了让你记得说这个变数代表的意思是角度，只是这样而已。好，没别的意思。如果你这个 theta 写成 u 啊，写成 y 啊，写成 t 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边是1，然后它的不定积分就是 theta 这样子。然后这个地方 cosine 2 theta， 那这地方要用到一个小小的变数变换。好，那通常你做了一段时间，这个小小的变数变换，通常你就不会去做它了。好。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cosine 2 theta， 你知道它的 cosine 的不定积分是 sin 嘛，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应该差不多是 sin 2 theta， 但是 sin 2 theta 的微分里面呢会多出一个2，所以你要把它除掉，所以呢就变成2 sin 2 theta。这样你可以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sin 2 theta 的微分是 cosine 2 theta 乘以2，所以你把下面有个2把它消掉以后就变成 cosine 2 theta 了。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变换变数，但是因为是它比较简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写，就把它写下来，变成这样。好了，然后 sin 2 theta 呢是2倍的 sin theta cosine theta， 所以我把它写成，对不起，这边有个2，忘掉了，所以变成2分之1，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theta 加上这个是 sin theta cosine theta c。好，然后呢，现在我要把它带回去，好，因为 x 等于 sin theta， 我要带回去，所以这是2分之1的 arcsine x 加上好 x 乘上这个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这是 theta x sin theta 是 x， 就是 x 1减 x 平方。得到这个式，那这个就是根号1减 x 平方的不定积分的做法，好，然后得到答案是这个，好，这个绝对不是你随便用猜的就可以猜出来的东西，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就讲了根号1减 x 平方不定积分要怎么做，那在这个积分里面，我们用到了2个比较新的事情，一个是你怎么从根号里面脱困。那你的方式是带三角函数，把它弄出来。第二件事情是关于这个东西的做法，那这就是我们普通称为三角积分的技巧。那你需要做一个类似这样子的恒等式啊，然后把它做出来，得到这个式子，这样才能完整的做出来。那我们本来希望的那个目的呢，现在可以偷偷的来做一下。好，我们看一下-1到1，根号1减 x 平方 dx 等于2分之1。来做这积分，然后呢
1跟负1带到后面这个式都是0，所以这边没有东西，主要是前面这个式，所以是2分之派减掉负2分之派，这个答案是2分之派，所以2倍以后就是派，这半圆是2分之派，所以完整的是派。然后你可以问一般的圆，你要怎么做？那其实是差不多的做法。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之后，其实一般的圆我们，好吧，我顺便把一般的圆处理完好了。一般半径为 r 的圆，那你要怎么做？你完全可以想象，这跟这个其实很像，所以你也可以直接重做一遍。但是我现在不想重做，我想直接把它利用刚刚那个式子。所以呢，这个我把它当做一个变换变数的技巧好了，所以我令 x 等于 r_u。这个变换变数的精神，就是说，一个半径为 r 的圆，其实我可以利用放大缩小，把它缩成单位圆，然后利用单位圆来重新处理这个问题。我现在做的这个精神就是这件事。但是你也可以不用这样想，我并不是说你必须要想到这么伟大，你才做这个变换变数，也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做这个变换变数有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技术上的理由，是因为我如果做了这个以后，这个 x 带进去就变成 r 平方 u 平方，对不对？那因为是 r 平方 u 平方，这个 r 平方我可以提出去，提出去以后剩下的就是根号1减 u 平方，那就是我刚刚本来计算的东西。OK， 你技术上的理由是这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变成 r 平方减掉 r 平方 u 平方，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要小心 ，dx 等于 r du，r 是定值所以这个地方是 r du。这个式子经过这个变换变成这样子，这个式子经过变换变成这样子，然后这个式子本身会变成 r 根号1减 u 平方。好，我这边还没写，因为我要直接用定积分变换变数的定积分的技巧，所以我现在这个边还没写。好，这个要小心，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犯这个错。当你写 x 等于 r_u 的时候，这个负 r 你要带到哪里去？这个是你要注意的事情。那因为你写成这样，有很多人会不小心把负 r 就带到这里来，所以变成负 r 平方的 r 平方，这就不对了。在这个式子里面，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这个东西写在这里，是因为你 x 的范围，也就是说，负 r 到 r 是属于 x 这边的范围。你现在经过一个关系式，经过一个函数变到 u 去，你要正确的把 r 摆到正确的位置，所以你这个负 r 其实是要写到这个位置，因为它是 x 的东西，所以这边其实是负 r 等于 r_u， 因此 u 呢就等于负1，这样子。然后上面这个 r 写到这边是 r 等于 r_u， 所以 u 呢等于1，这样子，所以变成这样。所以整个积分呢现在变成 r 平方负1到1根号1减掉 u 平方 du。好，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所以这个是2分之派 r 平方。所以呢，如果你要算半径是 r 的圆，你现在先算它的半圆，然后它的半圆，这是它的半圆。得到2分之派 r 平方，所以圆的面积呢，就等于派 r 平方，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就是说，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很久的东西，只是在微积分里面呢，你现在利用微积分的方式来重新探讨圆的面积。然后在探讨圆的面积的时候，你出现这个式子，这也不是你熟的。那这里面要用到我们前面学的变换变数的技巧，在这个学的技巧中间，你又发现你需要别的技巧。好，所以你整个这样做过来，做到这边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你一方面你也得到根号1减 x 平方的不定积分，整个的写法。然后在讨论一般的圆里面呢，我们又用到定积分的变换变数的技巧，重新讨论一遍，让你知道。那这个变换本身呢，又是有意义的变换。好，所以整个例子呢，是一个有很多功能的例子，各位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然后我下面要谈我的第二个例子，这也是过渡的例子。那这个例子我就没有那么自然的原因，但是我这个例子呢，可以让你看到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要讨论这个积分，如果我们把刚刚那个圆的装饰，把它拿掉的话，圆基本上就是要探讨像这样子的积分嘛，根号1减 x 平方的积分。那我现在要讨论是根号1加 x 平方的在根号里面的积分。所以就这个来讲呢，这两个例子其实有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脱困，离开这个根号。那这个地方呢，1加跟 x 平方，你不用利用 sin 了，这次 sin 单据没有用，但是你可以用别的，譬如说什么，你可以用 tangent， 因为1加 tangent 平方等于 secant 平方，这个是基本的三角恒等式，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所以 x 等于 tangent theta， 还是我先把它算完再来写。所以呢 ，dx 呢等于 d theta， 不对。x 等于 tangent theta， 然后这是 tangent 的微分是 secant 平方 theta， 先把它写下来。那你刚看起来是一个很怪，因为把事情弄得比较复杂。1加 tangent 平方变 secant 平方，所以变成 secant， 变成这样子。这个是下面，然后这个地方呢变成 secant 的平方 theta d theta， 这两个消掉。好，我们先写成这样子。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啊。我刚刚不是说三角函数基本的三角函数的积分，我们其实刚开始就有 sin 跟 cos。上一堂课我们好不容易知道 tangent 要怎么做，用变换变数，但是其实我们还缺两个，就是这个 secant。所以这个例子呢，其实一方面我就是要跟你讲 secant 要怎么做，写到这边。从这里到这里这个变换还真的变幻莫测从这个地方到变成这样，完全不晓得这两个是有关的。OK， 那这要怎么做呢？我们重新把它写成我们比较熟悉的样子。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学过那个 sin cos 的微分所以呢，你现在很奇怪的，你做的这个事情，你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嘛，因为反正你本来也不晓得这东西怎么做，所以就试试看就对了。cos theta， 那我上面配一个 cos， 下面配一个 cos， 至少反正变成这样子，而且感觉起来呢是有一点点希望。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这是 d sin theta， 是 d sin theta， 对不对？然后这地方没有 sin theta， 但是 cos 平方跟 sin 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并没有，并不是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它其实是等于1减掉 sin 平方 theta， 然后 d sin theta， 其实变成这样。那移到这边呢，就很快 ，u 等于 sin theta， 变成1减掉 u 平方 du， 变成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呢，又把一个积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刚刚是根号1加 x 平方，现在变，先变到这边来，变成根号变成1减 u 平方，看起来是好一点。但这个式子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多经验因为我们会做的是普通的 u 分之一啦。那其他的像不然的话就是多项式，那这个其实我们还没做过。然后你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没做过。什么没做过？有理函数的积分其实我们根本都不会。我随便写个有理函数，下面是 u3 方减2上面是 u 平方加，你要怎么做？完全没有，还没试过。所以这其实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应该说第二个。第一个是 u 分之一，那因为太简单了。第二个就是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应该说第三个，因为我们刚刚有一个1加 x 平方，1加 x 平方分之 x。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做。所以呢，
你观察下面这个事情，1减 u 分之1加上1加 u 分之1，这两个如果加在一起的话，下面通分就变成1减 u 平方，对不对？然后上面的时候刚好两个加起来，1减 u 跟加 u 消掉，所以它其实是等于这样。到这个例子，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变成2分之1的1减 u 分之1 du 加上1加 u 分之1 du。好，原则上这边也是一个变换变数，好，但是你如果可以很快看出来的话，也可以。至少这个是比较容易看，这是什么？这就是 log 1加 u。好，因为 log 1加 u 的微分是1加 u 分之 u 的微分嘛，所以变成这个式子。那你如果真的不是很确定的话，好，那就偷偷的在旁边做。你把你最确定会的东西拿出来，你令 v 等于1加 u， 所以 dv 呢等于 du，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 v 分之1 dv。好，那这个就是 log v 加 c， 再把它带回去，就变成 log u 加 c。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开始去回想，你是怎么确定你能做到这件事？那你想，原来这就是log 1加 u 的微分，1加 u 的微分就是1加 u 在下面，然后 u 的微分就是1，所以写下来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以后呢，久而久之你就不太需要做比较简单的代换，像这种，这种只要你能够眼睛看出来，你就直接写。那这边是一样，这个会变成负的 log u。好，照理说我应该去做这个才对了，我刚刚这边应该做这个。我换一下，假设是1减 u dv 呢，就会变成负 du， 负 du， 所以变成负的 log v 负的减 u 这样子。那这是这边的做法，这负号完全是因为这边有个负号的关系。好。好，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好，你想说好什么？还没结束。好，这边是 u， 但是你本来想要做的是 x 啊，还没做到。好，那照理说我应该合并我刚刚代换的这两个过程，一个是 x 等于 tangent theta。一个是 u 等于 sin theta， 两个把它合在一起。但是因为我心里面知道我想算这个，所以我现在要把我这个代换分成两个步骤。也就是说，我本来其实可以一次做出来，得到原来那个，但我现在不要，我分两次把它做出来。所以第一个呢，我先把这个代换换回去。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根本忘了原来的问题，你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好，你可以暂时忘掉，先从这个地方开始。那做这个过程，你就做这个代换，然后做到这个位置。好，所以带 u 等于 sin theta 带回来，得到2分之1的 log 1加 sin theta 1减 sin theta 加 c。好，所以这个就是 secant theta。等于这样子，不过一般的书上不是这样写，它另外有个式子，我们来看这个式子怎么出来的。好，它上下同乘以1加 sin theta， 以至于呢，它出现下面这个式子。分子是平方，分母呢是1减掉 sin 平方 theta， 所以是 cos 平方，所以整个写下来呢变成括号 sin 平方，好，这样子。然后这个2可以提出去，所以它变成 log 绝对值，这个2拿出去，跟这个2分之1的2消掉，
然后里面这个绝对值我们看一下，它是 cosine theta 分之1加 sin theta， 所以 cosine theta 分之1就是 secant theta，sin theta 除以 cosine 就是 tangent theta。好，所以一般你在讲义上或者一般书上看到是这个这个结果。通常我们是把 tangent 写前面，但其实无所谓啊，就是 log 绝对值 tangent 加 secant theta。OK， 这个就是 secant theta 的积分。好，那到这个地方，所有三角函数基本三角函数的积分我们都会了。好，那我没写那个就是跟这个类似，那一定在习题里面，就 cosecant 呢会类似。cosecant 就是这个地方插一个负号，然后 cosecant theta 加 cotangent theta， 这样。好。回到原来的问题，好，回到原来这边。好了，我们恢复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要看，那因为我已经这个 theta 已经带回来了，我已经知道 secant theta 呢变成那样子，所以我现在只要带 x tangent theta 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带回这边的原式变成 log secant theta， 我先写 tangent 好了 ，tangent secant 是这个除以它，所以是根号1加3，写成这样子。好，所以这就是原来那个答案，所以这个微分是根号1加 x 平方分之1，好，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你们可以试试看，好，看到底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要注意的事情，这个答案呢，其实也可以写成负的 log 根号1加上 x 平方减掉 x 加 c， 好，我之所以要讲这件事情是这样。因为你积分的途径很多，就是同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同学算起来答案其实有一点不一样。那有时候啊，你会有点疑惑，因为你们的信心没那么大，就是你算出来的答案你觉得是错的，好，譬如说像这个，假设你算出来的答案呢，算得到这个式子，然后你一看正确的答案是这个，你就以为你算错了，然后你去检查你的计算过程，怎么看都看不出来，这是很好的习惯哈，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很多人算错就直接去看原来的答案就不管了。好，那其实你比较要做的是，你在计算的过程发现这个答案后，你开始检查你的过程，就你发现你根本没有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其实这个答案跟这个其实是一样，这两个其实是一样。为什么？因为 log 根号1加 x 平方加上 x 加上 log 根号1加 x 平方减掉 x。等于 log， 你算一下，1加上 x 平方减掉 x 平方，等于0。所以其实，他们俩其实差一个负号，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差一个负号，是这样子。那其实还有别的例子啊，那因为这个例子我现在没有特别要讲，有的别的例子是这个地方式子看起来不一样，但你去查一下原因，发现呢其实是差一个常数，也就是说另外这个做法里面可能这个地方是等于这个东西要加1。但是那个式子看起来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情况也会发生。那这个我只是提醒各位，在你计算结果要觉得自己算错之前，其实你有一个可能可以做的方法，除了检查以外，你就是把这个东西你拿去验算一下嘛。你觉得你明明是对的，你就开始对它微分，微分起来是对的，那就是对的。然后依照微积分的原理的话，那你就知道，换句话说，这个跟这个中间就是差一个常数，因为它是不定积分。所以你顶多就去查说这两个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然后想办法把它找出来。好，那其实这个麻烦通常是我跟助教的麻烦，因为当你经过这个计算以后得到不同的结果，变成我们要去检查你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也会变成这个麻烦。好，但是因为我担心你们在看这个答案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是错的，所以让你先知道一下。然后我们来反省一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呢？当然第一件事情是说，它让你知道 secant theta 怎么算，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你又看到一次三角积分的特别的样子。这个积分我利用这个方式，还真的可以算啊。这是第二个，就是你利用三角函数的积分。第三个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这是一个我们没想到的事情啊。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很自然的出现有理函数的积分。所以有理函数应该怎么积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然后你如果要再加一件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件事。好，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它是比较明显，就是你会以为你答案算错，但其实并没有的例子。OK。